其实德国远在万里之外啊，中国的发展对于德国来讲，应该说机遇是远远大于挑战的。那么，为什么舒尔茨要大老远的跑到亚洲来和日本商量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呢？德日走近会给本地区以及整个国际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赵先生，德国为什么会这样做啊？我觉得可能是出于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德国要向美国方面示好。那我们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美国霸权体系下东西两翼，也就是欧洲一翼和东亚一翼的核心国家。那这2个国家他们之间的相互走近呢，就向美国表明，在这个霸主体系之下，那么这2个次级的核心国家，他们愿意通过加强在防务领域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来共同的应对中俄的崛起。那为美国的霸权体系呢出一份力。第2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在东亚地区呢，实际上原来的经济合作以及经济地区化、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次的德日首脑会晤，实际上呢使得东亚地区的这个经济与安全的这种平衡关系呢遭到一定的损害。最关注表面上好像无所谓，而实际上看得非常紧的实际是美国，因为美国知道日本和德国不仅是2个2战中的战败国，而且也是2个始终处于美国高度关切之下的国家，也是美国在西方经济阵营中2个最强的国家。那么如果这2个国家失控或者不听美国的，对美国来说是打击和损失相当大的，但是呢又不好公开说，所以就造成了目前这样。舒尔茨到日本访问，美国我们看到从主流媒体到官方结构都不报道也不说，而这个美国保持静默，而恰恰是美国利益所在保持静默，这种表现本身就是很值得玩味的。对于这次舒尔茨的日本之行，很多评论都认为反映出德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辜先生，您在德国有什么观察？现在的欧洲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催生了欧洲的新闻界、媒体，包括这个精英集团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对俄罗斯的能源的这个依赖性对我们产生这么大的伤害，那么对中国的未来的这个经济的依赖性，如果哪天爆发地缘政治冲突，我们也可能来不及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就开始准备考虑如何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德之间跟俄德之间的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俄德经济之间没有互补的现象，是德国完全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而中德经济呢是可以互补的，双方之间是可以互通有无的。而我们也看到德国最近在华的投资是增大而不是减少。现在德国中的一种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是愤怒和恐惧的结果，不是理性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舒尔茨到日本访问一次就得出结论说德国要跟中国拉开距离，想背中而去。第一，这是不可能不现实的；第二，这样说也是不理性的。我们知道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舒尔茨跟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电话。再一个呢，确实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舒尔茨这到亚洲不是说背离了所谓的中国优先的政策，而是想和日本协调，在战略上进行一个协调步骤。有分析认为呢，美国借乌克兰冲突将苏式装备挤出欧洲，然后替换北约的武器，这是在下一盘大棋。通过这种捆绑呢，欧洲的战略自主就成了一句空话。顾先生怎么看？这个对美国来讲，其实这种武器置换都是无所谓的一个事情。这个他本来就对这些武器是并不怎么看重。而且这种武器置换的概念并不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是波兰人和东欧人首先提出来的。所以如果说背后有美国这种通过置换武器的概念来捆绑这个北约，这可能有点肤浅。但是美国的战略是另外一种战略，美国的战略就是这个通过推进这个北约的前沿部署，通过这个部署这个 F-35战机在这个所有的东欧这个沿线的国家，这个掌握北约对东部地区的制空权，这是美国现在要做的主要的事情。那么西方重型武器开始进场，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表示，乌克兰危机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那么这种危险是否正在加剧？黄先生？
我们光说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我们要搞清楚提供什么样的重型武器。我们关注的所谓重型武器属于3类，第一类主战坦克，可以用来冲锋陷阵的主战坦克，这是最要看得紧的。第2类可以机动能力相当高的重型虎炮，比如自行火炮。第3呢，能够用于制空权的飞机和武装直升飞机。如果这3类武器，这才是真正的重型武器，因为它之所以重型，是在于它可以在枪林弹雨之中打进攻战，可以压制对方，保证自己的部队攻上去。如果这3类重型武器，我再说一遍，主战坦克、自行火炮和作战飞机没有向乌克兰成建制的攻击，所谓成建制攻击就是成旅、成团、成营、成师样攻击的话呢，我想俄罗斯是可以保证战争不升级的。但是如果成建制的向乌克兰提供这3类重型武器，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其实呢，在对乌军援问题上，欧洲内部也是有极大的意见分歧的。俄乌冲突的加剧是会导致欧洲国家内部分歧越来越明显呢，还是会加固欧洲国家的团结？从总体上来讲，可能会加强欧洲的团结，因为在对待共同的敌人身上，他们可能现在也出现这种状况，就是暂时抛弃内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共同联手对付他们定义为最大的威胁，就是俄罗斯的军事进攻。但是欧洲内部呢，是吧，也有很多利益冲突。你比如说东欧地区跟中部德国地区或者法国这些地区的一些态度上的问题。因为你从波兰波罗的海几个国家，乌克兰，这都是对俄罗斯恨之入骨的国家。对他们来讲，只能是彻底的推翻同俄罗斯的这种合作关系，欧洲才有前景。但是对德法这样的大国来讲，觉得俄罗斯它是一个搬不走的邻国，必须要想尽办法同他们一起生存下去。所以未来战争一旦结束之后，还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呢，俄乌冲突只是现在促进了欧洲的团结，但未来怎么样，对欧洲的团结有什么促进的作用，这还可能要待进一步的观察。在俄乌冲突持续之际德国大涨军费，又首次公开向战乱地区国家输送武器，甚至是重型装备。不少评论人士惊呼德国将会告别2战之后奉行数十年之久的军事克制文化和和平主义。辜先生如何看德国的这种变化？你可以感觉到它是被迫的但是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因为多少年以来，德国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乌克兰危机呢，就把这个事情它实际上一种爆发型的方式提到了德国政治家的面前。那既然考虑了这么久，要重整军备，走向欧洲和德国的防卫自主的话，那这个时机应该是最好的时机。一方面，它可以显现对乌克兰的支援的力度。另外一方面，摆脱在盟军内部的被动，因为美国和其他盟国期待德国走这条路。第3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德国就说既然局势到了这样一步，那么未来我们必须自己能保卫自己，所以就必须要走一条新的强军的国防路线。这也就是德国做出这个决定的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德国未来会不会就此走上一个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观察，因为德国这个国家理性、严谨、纪律性强，那是第1次世界大战和第2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世界各国实际上非常的担心德国的军力扩张会给欧洲带来巨大的一个不稳定。那我觉得德国这个2%的目标实现以后，它要继续怎么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德国是否依然会把自己拴在欧洲，而不是拴在美国或者是北约这样的战车上。在欧洲各国当中呢，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是最深的国家之一。那么，德国虽然承诺会逐步降低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比例，但在短期内难以与俄罗斯切割。那么，辜先生，以您的判断，德国最终是否能够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德国实际上已经把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的已经降到了12%，那么气的依赖从55%的水平降到了20%的水平，
其他的还有20%如何去把它这个运进过来，来弥补这样一个，来消除这样依赖性。现在这个德国还没有做出最大的这个还没找到出路，但是现在加强这个从荷兰，尤其是从挪威和卡塔尔的油气的供应，现在在进一步强化。另外，这个在海上浮动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供应的船只已经正在打造之中。我估计今年、明年会这个成型。换句话就是说，这个20%对俄罗斯油气的这个气的依赖，可能会在2年、3年、24年基本上得到缓解或者结束。那如果说现在要断掉俄气的话，就会使得经济第一不能够增长，甚至衰退；第二呢，就是会使通货膨胀呢更加高企。那还没有算到冬季来临以后呢，这个德国的这个取暖用的天然气会怎么办？无疑这是德国所不可承受的代价。那么德国当然现在呢也许诺说它是要逐步的减少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那欧盟提出了目标呢，是在今年年内要削减2/3从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那德国方面呢能满足到1半就不容易了。现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纷纷在向中东国家以及美国在购买 LNG 天然气、液化天然气。那这种液化天然气呢，第一成本高，至少要比俄罗斯的天然气高出30%。第二的话就是运输时间长。第三呢，它还需要这个 LNG 的码头。那这个码头的建设呢，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呢，远水解不了近渴。虽然说长远的目标呢，德国是想要摆脱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但是如果要在短期，比如说在今年甚至是在3个月之内要断掉俄气，这是德国不可承受之重。现在生产能源的国家就这么几个地方，一个是伊朗，伊朗有伊核协议的问题，欧洲不可能从伊朗买能源，就是买了也没有管道运。第二是中东，而中东的能源传统上是供应亚洲和美国，即便可以用中东能源，要输过去也很难。那么第三就从美国，美国要运到欧洲，而欧洲需要量最大的是天然气，而美国的天然气只能液化了以后才运过去，这个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现在替代能源，一个最好就是找到现在能够替代的产地，所以在可见的将来要完全取代来自俄罗斯能源，对于欧洲来说是个很难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任务，所以欧洲难就难在这个地方。现在呢，马克龙已经连任了法国总统，而德国呢也有了新总理。能源问题到底听谁的？2位带头大哥，欧洲谁主未来？赵先生。马克龙呢也是雄心勃勃，他希望能够使得法国成为欧盟内更有主导权的国家。德国现在主张的是要搞可再生能源，就是搞绿色化。那这与马克龙的想法呢是一致的。当然了，马克龙作为一个更加倾向于保护法国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总统呢，他实际上是要求在现有的维持核能的不变的情况下呢，去发展风能啊，太阳能啊，等等可再生能源。而且呢，在去年的法德博弈之中，实际上呢，马克龙已经说服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欧盟国家，将核能也列为一种可再生能源。在能源问题上，法国虽然是核电，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能源气和油，它不仅仅只是发电的问题，所有的合成当代现代的化学工业和这个农业工业都需要气和油，没有气和油，很多化学产品都包括这个种子，包括这个肥料，包括粮食都不能产生。所以德法在物理上的合作的空间还是非常大。尽管波兰这是成为了整个欧洲政治事件的中心，是吧？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务部长来到欧洲，什么地方也不再去了，去的就是华沙和这个波兰。美军这个极大的强化了在波兰的驻军，这个波兰也收入了将近300多万的乌克兰难民，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波兰的这个政治角色和它的政治地位得到相当大的强化，而波兰又恰恰是跟德国关系不太好的国家，也是跟法国经常有龌龊的国家，所以未来如何能引领欧盟进一步向前发展，可能德国和法国还需要强化同波兰的合作。欢迎回到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
俄罗斯正在积极准备5月9号的红场胜利日阅兵，而俄乌战事呢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那么，俄乌冲突真的会长期化吗？我觉得很有可能俄乌战争会长期继续下去，因为几个主要的就是参与者都没有结束战争的这个愿望。首先，美国看得出来，美国是铁心的要把这个战争持续下去，想要通过战争耗垮俄罗斯，同时控制欧洲。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普京也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结果，而且普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打算，就通过长期的战争，我刚才说过，他很可能在胜利阅兵式以后，他就会转攻为守，采取防守的姿态，让西方来攻，这样呢，他可以耗下去。耗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叫美国和欧洲的矛盾暴露，因为战争持续的越长久，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就不能结束，欧洲就要不断的流血，不断的输出，不断付钱。现在法国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老百姓的反战情绪，那么他想通过这个呢，来暴露和加剧美欧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些交战方都不想停下来。即使是普京取得了战场上预设的目标的话呢，美国、欧洲等等西方国家，在没有将俄罗斯军队全面的赶出乌克兰国土的情况下，不会轻易的放松他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那这就会使得这场冲突呢，肯定注定要延长下去。5月9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按照传统，俄罗斯将在当天举行卫国战争胜利阅兵式。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消息，当地时间4月28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夜间彩排。此外，今年的阅兵式还有一个特殊安排：俄军8架米格29歼击机将首次以字母 Z 列队飞越红场上空，以支持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者。Z 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符号之一。参加行动的部分俄武装力量分队将这一符号涂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以便目视识别敌我。俄罗斯还将于5月4日在莫斯科红场再次举行阅兵夜间彩排，5月7日举行总彩排。评论员吴健分析，从此次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安排来看，可以看到许多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影子。在乌克兰前线表现突出的坦克装备都悉数登场。这次阅兵的相关的单位，主要是参加过对乌第一阶段作战的，比如说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第2集团军等等。同时呢，在强调当年的苏联意识，要向国内的民众来传达对乌作战中去纳粹化有一个现实的利益考虑。4月29日，克里姆林宫表示，今年将不会邀请外国领袖参加胜利日阅兵大典。不过，胜利日阅兵式仍以较为低调的方式如期举行，展现了俄方对取得胜利的决心。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结束这场冲突，它只有一个节点，那就是乌克兰的中立化、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那么这个节点是不由现在人为确定的时间所决定的。因此，59阅兵首先是强调俄方在维护国家安全，包括历史意识和意识形态意识这些方面的能力和意志。同时呢，也要告诉外界，那就是俄方有强大而足够的战争资源，把这场为了自身安全所追求的一种作战进行到底。而在另一战场，俄罗斯与欧洲的博弈同样激烈。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4月29日报道，欧盟针对俄罗斯石油的禁运决定将会在几个月内分阶段实施，预计将于本周得到各成员国驻欧盟机构代表的批准。而一旦对俄石油禁运令如期生效，将成为自俄乌冲突以来欧盟第6轮制裁中最大最重要的新举措。几天前，俄罗斯实施的断气举措加速了这一进程。4月27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发表声明称，保加利亚天然气公司和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因为以卢布支付的4月份天然气供应款项，公司暂停供应天然气。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国家法令，规定自4月1日起，不友好国家和地区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必须用卢布结算后，俄方首次采取实际行动对欧洲客户断气。目前，波兰每年约50%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
天然气公司。保加利亚有90%以上的天然气需求依靠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进口。Спирането на газа от Газпром е грубо нарушение на техния договор и е шантаж за използване на извън договорен план за плащане в рубли. Od pierwszego dnia wojny komunikujemy, że jesteśmy gotowi na pełną niezależność od rosyjskich surowców. 不过，承诺要与俄能源脱钩，谴责俄罗斯调门最响的波兰，转头就从德国继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发言人科普里亚诺夫表示，他们利用亚马尔欧洲输气管从德国反向把天然气输送回波兰，每天反向输送约3000万立方公尺，这个量与波兰先前与我们签订的订购量几乎完全相同。亚马尔欧洲天然气管道全长4000多公里，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半岛气田经白俄罗斯与波兰通向德国，其终点位于德波边境勃兰登堡州的马尔诺。除亚尔马欧洲天然气管道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天然气管道也正从德国向波兰输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就曾称，如果波兰和保加利亚未经许可从过境管道抽取，俄方将减少面向第三国的过境量。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丁一凡表示，短期内预计俄罗斯还会继续允许波兰通过其他方式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他分析，普京签发天然气以卢布结算的国家法令之后，一度暴跌的卢布汇率迅速回升，其中少不了欧盟国家的功劳。俄方此次对这两国断供天然气，其实是在向外界展示欧盟的俄罗斯的制裁令有多虚伪。现在跟这个美元的汇率已经恢复到这个危机之前的水平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解决了。俄罗斯并不是因此而这么在意是拿欧元还是拿卢布来结算，就是让你明白，其实你对我的禁令是没用的。你这些买我能源的国家，你必须得违反你们的这些制裁的禁运。在制裁之下，欧洲各国开始想方设法绕过制裁，继续与俄罗斯交易。美媒4月27日报道称，已有4国以卢布方式完成了对俄天然气结算工作，并已有10国在俄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卢布账户。4月中旬，欧盟委员会给各方找台阶下，称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账户的欧洲买家，如果在该账户存入欧元，并在银行系统将欧元兑换成卢布之前确认完成付款，那么就不会违反制裁。匈牙利已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达成解套协议，即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一个欧元计价账户，由银行方面自行将账内的付款兑换成卢布。奥地利石油天然气集团据传也准备在瑞士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卢布账户。有业内人士分析，俄罗斯在下一次付款到期日5月下旬之前，不太可能有进一步的断供操作。当前，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德国和意大利身上，这2个国家都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4月28日，德国莱茵邮报援引德国电力巨头 Uniper 公司发言人的话报道称，该公司正计划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账户。我们的计划是以欧元向俄罗斯的一个账户完成我们的付款。不过，这种方法是否行得通，要看俄罗斯方面的心情。4月27日，美媒援引知情者消息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拒绝了德国和奥地利通过交易公司 GMT 支付部分4月和5月交付天然气的供货款项。尽管 GMT 寻求用俄方要求的卢布银行账户付款， GMT 此前隶属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德国子公司。4月初，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宣布，德国政府将托管该子公司，并称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继续维护德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并且确保该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管理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有分析认为，这是德国与俄罗斯关系摩擦的新迹象。实际就是说，德国人必须跟欧洲一起制裁俄罗斯，但是呢，德国又不想因为制裁这个事儿，伤害到自己，因为天然气不光是取暖啊、做饭啊，不光是这些家用的这个东西，天然气是工业里面很大的原材料，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他们有很强大的化工企业，而化工企业基本上是从这个石油、天然气里面提取各种各样的材料的。自俄乌危机以来，国际能源市场震荡。10
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丁一凡分析，事实上，欧盟国家现在处于一个极其荒诞的状态。一方面，欧洲各国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欧洲又花了更多的钱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支持了俄罗斯。只要俄乌冲突不结束，欧洲就要继续保持这种两头输血的情况。但是在选择其他能源方案上，欧洲各国的处境大相径庭。例如，法国一直大力发展核能，已经使核电成为其电力工业的核心，甚至还可以向周边国家供电。但比利时、英国、德国的核电可用性正在下降，因为核电站因老化、退役或淘汰而面临停电，而其他发电的方式尚不能够替代核能与天然气。此外，德国联合政府中，执政党之一绿党坚持反对发展核能，因为在未来几年，德国不可能通过核能发电来找到天然气的替代方案。有分析预计，如果德国没有获得足够的天然气，占德国天然气消费量1/4的该国工业将首先受到打击。欧盟还可以选择从其他国家进口天然气。今年3月，欧盟与美国达成了大俄天然气协议。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购买至少15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以替代自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这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将增加2/3。不过，这对欧盟来说仅是杯水车薪。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此外，欧盟若未来在能源上过度依赖美国，无论从经济还是战略的角度，都存在风险。总体来讲，他们算过一笔账，就是如果拿美国的液化天然气来替代俄罗斯，那么它的成本会贵好几倍。美国和欧洲将来在这个所谓再工业化过程中也是处于一种竞争地位的。然后你把自己跟美国的竞争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这种情况，因为能源将来你也得依赖美国，安全你也得依赖美国，而美国是不惜牺牲欧洲来重新找回它的竞争力的，所以只有欧洲倒霉。德国总理舒尔茨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行，但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他在日本表示，德日一致同意要对俄统一制裁步调，并启动政府间磋商，以推进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其实，从直线距离来说，德国和日本距离约8900公里，分属欧洲与亚洲。前任总理默克尔从没有单独访问过日本，那么是什么让舒尔茨对日本另眼相待呢？舒尔茨访日的路程也颇费周折。据德媒报道，这次访问为了避开俄罗斯空域，舒尔茨的专机被迫飞越北极点，绕了一个大圈，这就导致舒尔茨往返日本总共花费了接近27个小时，比他实际待在日本的时间还要长。日独は前例のない強力な対ロ制裁を実施するとともに、ウクライナへの支援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有意思的是，4月29日，舒尔茨结束为期2天的日本之行。当舒尔茨乘坐的德国政府专机从日本起飞时，飞机上还载有大量日本捐给乌克兰的纸尿裤等物资。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德方将把援乌物资运输至波兰，并就最终运至乌克兰进行协调。据报道，德日将新设2国首脑直接参与的政府间协议，以明年召开为目标达成一致，并商定了提前举办德日外长防长2+2的下次会议。要知道，德国目前在亚洲只与中国和印度保持政府间的磋商机制。因为在这个欧洲内部啊，德国也经常被批评，包括德国内部也会有这种顾虑，就觉得这个德国和中国啊这个走得太近。那么他希望呢，就是说要减少所谓的对中国的这个单边的这个依赖，所以就是他要使得相应的这个关系啊，包括经贸关系要多元化。那么这里边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考虑在里面。事实上，对于日本岸田政府来说，加强对德关系也不失为良策。一方面，日本将在德国之后担任G7轮值主席国；另一方面，现年64岁的岸田来自广岛，而广岛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到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核裁军一直是岸田的一桩心事。有专家认为，岸田在这个问题上将德国政府视为潜在的盟友，并希望将广岛作为明年G7峰会的举办地，因此与德国的协商就不可避免。而另一方面，在记者会上，舒尔茨还表示，今后德国会加大在参与印太地区相关事务的力度。Klares politisches Signal, dass Deutschland un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hr Engagement in der Indo-Pazifik-Region fortsetzen und intensivieren werden.
其实还在默克尔任期内的2020年，柏林政府即已首次推出印太政策指导方针。此后，德国在这个地区显示出更多影响力。2021年8月起，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在该地区巡航了6个月，并曾于当年11月停靠横滨港。此外，德国空军计划派遣6架台风战斗机，以及3架 A330 空中加油机和3架 A400M 运输机参加今年9月5日至23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多国联合军演。德国空军参谋长戈哈茨表示，这是德国空军向亚太首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部署，因为德国准备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德国空军司令格哈兹和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井筒俊司已经商定，届时3架德军战机将对日本做短期访问。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安全学者岩间洋子分析称，2战战败给德日都留下了许多规制。德军仅在解体的南斯拉夫和阿富汗执行过军事任务。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自卫队迄今为止仅派出过士兵协助重建。日本和德国目前都计划迅速增加军费支出，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络。舒尔茨和岸田未来可能成为安全政策的切磋伙伴。2个国家目前都在寻找一种新形式的身份认同。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因素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为对吧，毕竟安全上德国仍然要依靠美国，他也不能够得罪他。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仍然是有着他这个不同于美国的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诉求，所以呢，我觉得德国和欧盟他可能也是要非常的这个小心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筹划吧。怎么样？一方面就是说不去这个得罪美国，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来确保自己的利益的这个实现。当地时间4月26日，由美国主办的国际防长会议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在美方的鼓动下，这场会议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援乌动员大会。And that's why we're here today, to strengthen the arsenal of Ukrainian democracy. 奥斯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全力支持乌克兰，不排除乌克兰在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他还透露，未来将每月举行一次保卫乌克兰国防部长特别会议，会议可能在线上方式召开。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的德国突然转变立场。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在会议中正式宣布，德国联邦政府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从德国联邦国防军退役的约50辆猎豹式防空坦克，他们将由军工集团进行技术翻新后提供给乌克兰。奥斯汀对德方的决定表示特别欢迎。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德国态度的转变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美国是召集了40个国家呢，开了个会，实际上就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美国呢是拉着这些国家呢，要加大对乌克兰呢进行军援的力度了。德国呢只是其中之一。就在德国防长表态2天后，在德国联邦议院以586票赞成、100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关于全面支持乌克兰的动议，为德国政府加快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提供了立法依据。政客新闻网指出，虽然该动议不具约束力，但如此强大的多数和执政党的支持意味着这是向政府发出的明确指示，同时也被外界认为是该国军事政策的重大转变。由于舒尔茨不久前刚刚说过，向基辅提供重型武器将提升核大战的风险，德国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巴茨指责舒尔茨每天换一个路线，实在让人跟不上。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都有同感。他还表示，提供武器只会拖长战争期限。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也投票反对这一动议。该党议会党团主席克鲁帕勒称，动议听起来像一份宣战书。他指出，德方的决定或将延长俄乌冲突，并且可能使德方成为核大战的参与者。德国对乌克兰进行军援态度的转变呢，实际上是被迫的。应该说，它更多的是被整个西方现在的大环境影响。德国实际上之前呢对乌克兰进行军援不是很积极，其实它现在也不是特别积极。你看德国现在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些重型武器装备都是库存，不是什么新的。德国呢实际上在西方的现在整个的压力之下，它不得不去进行站队。如果说德国现在它不这么做，那么整个西方呢会对它呢进行孤立的。这个就使得呢德国它呢就受不了，所以它要跟着西方呢要站在一起嘛，正确嘛。而关于德方将援助乌克兰的猎豹式防空坦克，
公开资料显示，这款武器已在10多年前停止使用，现在正由德国武器制造商克劳斯马菲维格曼公司储存。目前，乌克兰方面已与该公司和其他德国武器制造商接洽，要求签订重武器合同。德媒披露，猎豹式防空坦克有2挺35毫米机枪，打击空中目标时最远射程6000米，也可用于打击地面目标。这批猎豹式防空坦克来自已解散的德国陆军防空部队。猎豹自行高炮的话是冷战时期研制的，确切的说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研制的，距现在呢40年了。当时呢很先进，以现在的情况来看，那就一般了，只能属于中上水平了。你比如说它的火控系统呢还是模拟式的，不是现在流行的数字式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它上边火控系统呢就是雷达。那没有呢，像现在就是3位一体的，还有除了雷达之外，还有呢光电搜索跟踪系统。那这呢就是决定了猎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一些。还有呢就是进程防空的时候火力猛，它不像导弹，因为呢它是用弹幕的去进行拦截目标的，所以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劣势呢也很明显，就是射程近，而且呢目标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日前，德媒披露，这50辆来自德国库存的2手猎豹式防空坦克的炮弹只有2.3万枚。图片报称，猎豹式防空坦克现有弹药仅能支持20分钟的炮火支援。为此，德国正与巴西、卡塔尔和约旦对话协商，以填补弹药缺口。但巴西否认了有关与德国政府进行协商的消息。除猎豹弹药短缺之外，此前德方承诺对乌出口的黄鼠狼系列步兵战车所用弹药也存在不足现象。该战车使用的弹药由瑞士制造，但瑞士政府以维持中立为由，不同意德国将此类战争物资出口给乌克兰。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利尼克在德国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弹药的猎豹不管用。如果德国国防部在未来数日不能确保获得足够弹药，乌克兰可能将不得不拒绝德国提供防空坦克的计划。瑞士呢，现在是以自己中立国的身份他们给德国呢去提供的这个炮弹，但是能够生产35毫米的炮弹的国家很多，在北约国家里边一大堆，包括呢德国自己那莱茵金属呢就可以生产的，不存在呢是缺弹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就是让瑞士要闭口，也就是说瑞士不要再站出来说话了。如果说瑞士呢是睁只眼闭只眼，那么像其他的这些北约国家呢，大量的生产的这个35毫米的弹药，那完全可以解决呢弹药供应问题。这不是在技术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因为呢瑞士担心呢把自己给拖进去。值得注意的是，德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还证实，德国用于提高乌克兰军事能力的资金将增加到20亿欧元。他解释说，现在的原则是乌克兰向工业集团下订单，由德国付钱。同时，兰布雷希特宣布，德国将扩大3方武器交换中对重型武器的交付。4月21日，德国政府曾与斯洛文尼亚进行武器交换，从而让乌克兰能够获得更重型的武器。根据这项协议，斯洛文尼亚将向乌克兰提供苏联时期的 T-72坦克，而德国则提供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和20辆胡式装甲车作为补偿。4月25日，德媒报道指，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已向德国政府请求向乌克兰出口88辆豹一 A5 主战坦克。早些时候，消息人士还向路透社表示，莱茵金属公司也申请了向乌克兰出口100辆2手黄鼠狼步兵战车的许可。在北约内部进行了一次的更大的这种互相之间的协同不能说简单的是德国的一种的环形交换，其实应该说这次呢还是美国进行主导的。那么这样做的话，会使得这样2个情况出现：一呢就是北约呢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种类呢越来越多，还有呢数量越来越先进；第二个呢就是北约内部可以实现的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的这个冲突的背景下，那么新一届的这个就是我们讲交通灯的联合政府
那么它突破了以往的一些禁忌，比如说这个像危机地区、冲突地区是输送武器，又比如说它的这个国防支出现在是大幅的这个要提升，是它从2013年以来就是实施这个积极有为外交的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延续。那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和当时的这个默克尔时期的不同，就是说由于外部的冲击，它的这样一个转变速度有所加快了。事实上，就在俄军进入乌克兰的第3天，舒尔茨就发表了政府声明，一次性投入1000亿欧的特别资金升级联邦国防军，并开始每年增加防务支出，使得其 GDP 占比超过2%。不少人称这是德国将告别2战后一直奉行的军事克制政策。要知道，经济强国德国在防务上曾经不够慷慨的支出，一直受到美国的抨击。据北约2021年的数据估算，在大型装备上，法国投入27.8%，西班牙22.7%，而德国的这部分支出占18.6%。按照这个就是说，舒尔茨本人的这个说法，可能是像具有这个历史性的这样的一种转折。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他的这个军事实力的这个提升，肯定会给他这个未来的这个就是，在安全政策、防务政策上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可能性提供了一些余地。但事实上，他会去频繁的去使用这些这个他的行动的这个能力，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德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克制文化，它的历史记忆还会进一步的未来会就是施加影响。事实上，不仅是德国，还有许多北约国家也在对乌军援上持续加码。法国决定向基辅提供射程40公里的凯撒大炮，而英国则提供星光防空导弹。而未来几周，数万北约及其欧洲盟友部队还将在欧洲多地举行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英国军方领导人称，这是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共同部署之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美西方的持续拱火下，乌克兰危机可能会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而这种风险目前正在上升。此前，普京也警告称，若有人打算从外部干涉当下乌克兰局势，且对俄罗斯构成无法接受的战略性威胁，那么他们应该知道，俄罗斯的回应将会是闪电般的快速打击。现在这个危险程度是比过去呢要大得多，因为呢，美国已经明确的对外表明自己军援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借助呢乌克兰这个耗材，然后呢去持续消耗俄罗斯。因为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基辅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呢看到一个虚弱的俄罗斯。那么这呢就是清楚表明美国为什么要对乌克兰呢进行大力的军事援助。现在呢，西方的这些重型武器装备呢越来越多，但是呢这里边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提供重型武器装备啊，那就要看它运送的速度有多快，还有一个能不能呢运送到乌东前线的这些乌军手上。其实呢这2天俄罗斯呢已经开始展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了，它呢对乌克兰的铁路枢纽啊，就是车站，还有呢就是武器集结点这些呢就开始进行打击了。这实际上先是对西方呢进行警告，不要呢再深入的去介入呢乌克兰局势。如果说你再继续呢这么做的话，那俄罗斯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的打击力度。